尽力找全，莫要在外玩乐忘了归家。蓝启仁沉默了半晌，才出声同意。末了还瞪了一眼已经开始玩蓝忘机墨额的魏无羡，似是警告他别带歪了自己的好门生。那叔父，魏婴他，蓝忘机看着面前一脸黑的叔父，不确定地开口询问。他不知道叔父的这句归家有没有包括魏婴，一起带回来，好好教养。你给我看好他，莫要让他出去为非作歹。找全了魂魄，给我带回家。不提还好，一提魏无羡，蓝启仁便仿佛是动了怒。可就算动了怒，他也没有让蓝忘机就那么将他丢在外面。好，忘机，多谢叔父。蓝忘机得到准确的回答，心中激动，直接站起来向蓝启仁行了一礼，以表谢意。叔父同意了。叔父说要我带魏婴回家。叔父认可魏婴了。我是不是可以在云深不知处拥有一个属于我和魏婴的小家？魏婴，你是否愿意和我回来？而魏无羡却不知蓝忘机心中所想，只知道二哥哥突然松开了他的手，起身之时还连带着抽离了他另一只手中虚虚握着的墨额一角。他看见二哥哥冲着前面的胡子爷爷行了一礼，他便也慌忙从座位上爬了起来，亦步亦趋地学着蓝湛行了一礼，模样倒是乖巧极了。蓝启仁看着眼前双双行礼的两人，冷冷哼了一声，未曾说话。这个魏婴还是傻了的时候看着乖顺。当然，蓝家不与人是非的家规，让蓝启仁最多只是在心中吐槽了下，明面上并未说出什么话来。他只是有些心疼自己培养的侄儿，多么雅正端方啊！世家大族的公子，怎么就让个轻狂无礼的小儿拐了去呢？蓝忘机没有跟蓝启仁和蓝曦臣久聊，只说了些下山之后的想法，便牵着魏无羡回净室了。魏无羡的手塞在蓝忘机的手里，被牵得牢牢的。他也乖乖巧巧地跟在蓝忘机身后，没有过多言语。虽然他家二哥哥将他的手牵得有些紧，他觉着有些疼。可是这样的小事怎么能告诉二哥哥呢？二哥哥喜欢牵线线，就要一直给二哥哥牵着。只要二哥哥开心，线线做什么都可以的。线线要保护好二哥哥，线线要让二哥哥开心。魏无羡不知道为什么，只凭借这些日子的相处，发现只要蓝忘机开心，他就会觉得心中舒畅，嘴角也会不自觉地勾起。如果他二哥哥难过了，他的心就会疼得喘不过气来。他一点也不想二哥哥难过，他只想二哥哥开心，二哥哥开心，线线才开心。就这样，蓝忘机发现魏无羡的手被自己攥红了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净室。为什么不说？他看着魏无羡红白相间的手，心疼极了。是他太过高兴，激动之余竟将魏婴的手攥成这样。嘿嘿，线线不疼，不疼不疼。魏无羡感觉到蓝忘机的愧意，忙笑着开口安慰。蓝忘机抬头看着眼前出声安慰他的魏无羡，心中更是充满愧意。这人总是这样，即使自己受尽了委屈，也终日以笑脸示人。二哥哥，二哥哥不难过，亲亲线线就不疼了。魏无羡看到了蓝忘机眸子里满满的愧疚，更是慌乱，向蓝忘机开口要亲亲，天真的认为蓝忘机单单只是因为攥疼了他而愧疚。蓝忘机听到这话，低下头吻了吻心上人的指尖、手心、手背，带着他攥疼他的愧意，带着他当年未能帮到他的愧意，也带着当年未能跟他站在一起的愧意。魏婴，我过几日带你下山去玩。蓝忘机想着，眼下要先哄着魏婴同他一起下山为好。他不是不放心魏婴一个人在云深不知处，而是他发觉自己已经习惯了魏婴常伴左右，并且甘之如饴。魏婴啊魏婴，若是你好了便要走，我该如何是好？好呀好呀。羡羡要下山玩。魏无羡并未察觉到蓝忘机的苦涩，犹自为着过几日出去玩而开心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蓝忘机之前不让他玩，现在却同意了。他只知道二哥哥要陪他一同出门游玩了。魏婴，我有话要同你说。蓝忘机看着眼前浑身都洋溢着兴奋的魏无羡，想着该将一起都告诉他了，
他有权利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。可为什么我竟不愿让他知晓？我不想让他这般快地知晓一切。二哥哥，你怎么啦？魏无羡感觉出他家二哥哥的情绪不对，忙扑进他怀里，急急地问道：魏婴，想必你也察觉到了，你遗失了一些东西。那是因为你之前生了一场大病，幸好你醒了。此番下山，我会陪你一同去寻。你要跟紧我，片刻不能离开。若遇危险，你定要顾好自己，不必管我。蓝忘机那日下午对着魏无羡说了很多很多，可大部分都是要他保护好自己。他把3年前的那场浩劫比作魏无羡的一场大病，他告诉魏无羡，只是一场病，醒来了就好了。他没能忍心将那些残忍再次剖开来告诉他的魏婴，他绝不会让魏婴再次陷入那种地步。愿魏婴日后可以原谅他，原谅他当时的寡言，也原谅他今日的隐瞒。魏无羡一直乖乖地窝在蓝忘机怀里听着，仿佛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。可是他自己知道，他有感觉，他知道自己经历过那场大病，他对蓝湛说的那些话语有着莫名其妙的熟悉。可他不愿去多想，也不愿去在意。许是因为想多了头疼，又或者是因为他知道蓝湛不愿让他知道那些事情。既然二哥哥不愿意让他知道，他便不要去知道了。只要二哥哥可以开心，都好。过了几日，蓝忘机便收拾好了2人的行装，挑了一个雾气沉沉的早晨，牵着魏无羡的手，去向蓝启仁和蓝曦臣辞行。魏无羡一直默默的没有说话，任由蓝忘机紧紧牵着他的手，直到向蓝启仁和蓝曦臣行完了礼，他也未曾说一句话。蓝忘机一直觉得奇怪，平日魏无羡的话是何其的多，他是领教过的。如今即使他只有3岁稚龄，平日里也是常常向他撒娇，今日怎么一句话也不肯说？二哥哥，蓝忘机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，便听见魏无羡闷闷的声音：怎么了？他转过身来，看向身后垂着头蔫蔫的魏婴：二哥哥，我们就在净室玩吧，只要二哥哥陪着羡羡，怎么都可以的。魏无羡突然唤他，竟是要留在云深不知处。为何？你不想下山？想，但是二哥哥不想。蓝忘机很震惊，他确实不想离开云深不知处，不是因为他恋家，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魏婴那么快的恢复过来。若是魏婴恢复了，也就意味着他要失去他了。可魏婴是怎么知晓的？我要带你去找回那些本就属于你的东西。蓝忘机还是拒绝了魏无羡，他必须要找到那些魂魄。他不愿魏无羡就这般迷茫的活着，他要找出当年的真相，帮魏婴昭雪。他要帮魏婴拿回属于他的东西。他想让当年的那个肆意风流的少年郎回来。可是二哥哥明明不想，羡羡不想二哥哥做不想做的事，二哥哥会难过。蓝忘机觉得他似乎是低估了魏无羡，他以为魏无羡现在什么都不懂，只有3岁稚龄。可如今看来，其实他还是懂一点的。至少他愿意去体会蓝忘机的情绪，他愿意去照顾蓝忘机的想法，他愿意去为蓝忘机着想。魏婴，你